如果你现在正在盯着你的股票账户，看着那些上下跳动的数字，心里想着：天哪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把股票全部卖掉？请你先冷静一下。Hello，各位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是阿伟。现在拍摄时间是5月15号的晚上9点。最近市场的波动真的大得吓死人，新闻标题充斥着恐慌，每个人似乎都在考虑着恐慌抛售。但你知道吗？当散户在急着寻找卖出按钮的时候，真正的聪明钱却在默默的看着另一个方向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不谈空泛的理论，我要为大家深度拆解一个投资频道 Daily Stock Picks 的主理人 Gary Vaughn 的这个核心获利策略。在开始前，我们现在进行一个小测验。我在今年年初告诉你这3件事情。第一件是10年期公债殖利率接近了52周的新高，而且还正在涨。第二呢，油价飙升了 60%。第三，股市创下历史新高。你会怎么想？你一定会觉得这3件事不可能同时发生，其中一定有一个是假的。但残酷的现实是，这3件事全部都是真的。这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疯狂市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人的直觉就是什么？大崩盘要来了。但 Gary 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，他说股市的涨势还会继续，甚至标普500指数在今年年底有望上看8000点。这支影片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他认为这个大盘还会涨，以及为什么 AI 真正的赢家其实是能源股，以及一档因为川普出访而可能暴涨的3倍做多 ETF。当然，在开始前，我还是来带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投资账户记录和市场回顾。毕竟我看上一次拍摄的时间是4月28号，今天5月15月中，刚好再顺便记录一次。如果大家准备好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这部影片，那我们就我们先到 Thinking Up 来回顾一下我的账户。好，这个账户是这个 Stephen Crisis 2026 Top 10的这个股票。那我是在1月12号买进下面以下这10档股票的。可以先看到目前翻倍的已经有4档，分别是这个 CIEN、COHR 跟 NU 跟 NAD， 涨最好是这个 CIEN 大概 151%， 那 AMD 是最近刚刚创新高翻倍了。那再往下看，再涨的还有这个 ATI、CLS、ALL， 那接下来下面3档是亏钱的。最后一档这个 WDN 我是已经卖掉了，目前是负 26.78%，INCY 是负 6.65% 和 B 是负 12.76%。以上面都是涨，目前整个账户是涨了 49.11%。我们来看一下 rating 的部分，目前有5档在 strong buy， 分别是 MU、AMD、CLS、ATI 还有 B 这5档在 strong buy， 那2档在 buy 的评分分别是 INCY 跟 WDN， 但 WDN 基本上不用看了，这个已经卖掉了。有3档在这个 hold， 分别是 CIEN、COHR 跟 ALL。好，那这个是 Stephen Crisis 这个 Top 10 2026我的持股状况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我在年初2月6号有选到10档股票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表现是多少，是 8.11%， 其中涨最多的是一样是 MU、TSM， 比较差的就这个 GFI， 但这个我在3月23号就换股了，换成什么？换成这个组合，分别是 SanDisk 跟 MU。那目前 SanDisk 是涨了 93.9%， 那 NU 是涨了 84.93%， 目前 total 是 89.45%。那我们看一下 rating， 目前这2档也都还在 4.99。好，那这个是目前持股投资账户的状况。好，那这张图是我 SP 拆了3倍杠杆的 SPY 的投资状况。从4月9号的时候就把所有的部位都买回来，目前4月14、4月22也都有买。目前损益是这个 3296.97， 目前是赚了 29.7%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市场的数据，可以看到，如果在美股市场走的比较好的，最好这一个月是 QQ 涨了多少 ？14.5%， 接下来是 S&P 500， 接下来才到道琼是涨了 3.15%。那如果再看到这里，在板块看一下，目前走比较好的科技股 21.33%， 基本上碾压了其他的这些产业。再往下是这个 Consumer Stable Energy， 其他基本上就表现一般般了。那再往下可以看到，如果是因子投资，动能 13.66%， 动能是走的最好，现在是成长，其他的走的比较一般。那再往下看一下，如果全球的股票市场，目前新兴开发市场走的比较好，国家走比较好是美国，这个月 7.22% 吊打其他国家。
那往下这边是商品的部分，可以看到这个月走比较好，一样是油是涨得很多，现在是天然气、银还有一些金属。再往下，货币这一个月美元走比较好，其他日元、欧元跟英镑就走得一般般。这个是市场数据的状况。再看一下这个债券的状况，我们看一下10年公债殖利率，目前又往上涨到现在目前是 4.54， 又往上攀升了一小段。以上是这个市场数据的部分。再到 TradingView 来看一下各大指数的现形。好，我们先看 SPY。基本上没什么好看的，基本上全部都在喷射。你看 SPY 一路往右上方喷射 ，QQ 也是往右上方喷射。那费半喷得更夸张了，创高也跑了很长一段了。那唯一没创高的就是道琼了，道琼目前还没有创高，目前跟20年的乖离率基本上都已经拉得很开。我觉得是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回档来碰20年，但是你说我会不会走？我应该也是不会走。这回档到20年，我应该会硬扛。再看一下黄金，黄金基本上跟我上次推演的还是一样，但是目前可以具体关注一下，它跌到这个120了，120的抵扣价哪里？在下面，120的抵扣价目前在下面，所以它基本上这里会有一个支撑的，我认为它会支撑回来，60跟120之间应该会来回游移。可能最后还是会选择往上，等什么时候？等60年抵扣价到这里掉下来的时候，黄金可能就会开始往上走了。那具体再看一下油的状况，目前也都还是在20年之上，也没有跌破。之前跌破有拉回来，然后目前还是一样在高位。目前油价可能还是会居高不下。那美元一样在地上。但是目前240A 跟这120跟60都已经在低档，它究竟有没有可能往上冲？这里具体要关注一下美元。那再看一下台股部分，台股也是很强，也是一路往右上方喷射，但在这里连续几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根收盘都没有在收创高，所以这里可能是先会有一个适度的回调，也接近了20A，所以是看起来行情是比较健康，但是碰到我觉得还是会支撑的啦。好，以上就是各大指数现行的状况。江南银行又来了，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，第2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，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，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。我报你好康，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8CGDSH，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。新手开户礼200现金，理财测验礼100现金，会员加码礼100现金。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2季完整权益的，赶快去找这一部影片来看。好，那回来讲，为什么 Gary 认为这个公债殖利率和油价双双飙升的情况下，股市还能上看8000点？答案就是期中选举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为了期中选举，政府会尽一切的努力把市场推高。根据权威财经机构 Stockers Almanac， 就是股票交易员的年鉴历史数据统计，自从1946年以来，美国期中选举年的第4季，以及紧接着选后第3年的第1季，通常是美股4年总统周期中表现最强劲的2个季度。这也完美的呼应了 Gary 对年底前政府将大力拉抬股市的这个预期。这时候，如果你因为看了耸动的新闻标题又被洗出场，你就成了别人的韭菜。投资大师彼得林区说什么？估值很重要，跟着企业的获利走，股价自然就会跟上。说到获利，我们不能不提目前市场最热的话题 AI。你可能觉得 NVIDIA 已经涨到天上了， AI 到底还有什么搞头？这你就错了。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提出了一个 AI 5层蛋糕的理论。你试想一下，我今天光是制作这个影片的这个封面的缩图，就需要消耗多少的 AI 运算力？而这背后燃烧的是什么？全部都是电力。这导致一个巨大问题，能源短缺。现在全球对电力的需求处于一个严重的积压状态，就连中国也是每9天就要盖一座新的煤炭发电厂。所以在这个访谈中 Gary 他是非常看好这个能源板块，他特别有提到一家公司叫这个 Bloom Energy， 代号是这个 BE。 他说虽然这家公司目前这个量化的估值指标可能还不够完美，估值可能有点差，但它拥有一个很关键的技术是什么？就将氢气跟天然气转化为电力的这个核心涡轮技术。而且已经有大型的云端服务商在购买他们的产品。当市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只盯着晶片的时候，聪明钱已经开始布局为晶片提供动力的基础设施。
当然，我们还是得聊聊半导体这部分，它的持股策略绝对能打破你的迷思，而且它的持股策略竟然跟我的不谋而合。在这次的访谈当中 ，Gary 点出了几个关键，首先是这个 NVIDIA， 很多人问，现在到底还能不能买 NVIDIA？Gary 的看法非常明确，他说 NVIDIA 手上现在握有高达1兆美元的未完成订单，你没有听错，1兆哦，而且拥有非常强大的护城河，目前的风险报酬比极低，非常安全。但是它更重仓的是这个美光 MU， 为什么？因为美光之前在短时间内涨了大概100%到这个800美元，然后又回调到了700美元左右。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急着恐慌抛售，但你要知道，它只是在建立一个700到800美元的新基期，这家公司的基本面依然太便宜了。再来，我们看 AMD 和 Intel 这对死对头。当 Intel 宣布他们没有增加 CPU 的销量，而是调涨了价格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警讯。相较之下 ，AMD 的竞争力显得强大许多。Gary 甚至大胆预言基于市场的成长空间 ，AMD 未来表现将超越 NVIDIA。这又是为什么他在 AMD 逢低买进的原因。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，你有用过吗？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，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，绝对可以满足你在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，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，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。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。升级到 Essential，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，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，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。如果你要升级的话，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订阅 Essential， 只要15美金。用我的专属连结，我直接再送你15美金，让你再订阅1个月，还不赶快把握优惠？接下来这个话题可能是所有散户最少考虑，但是却是富人最重视的税务。你知道吗 ？Gary 的投资组合中，苹果 Apple 占了高达50%。你一定会想，他一定超级看好苹果的未来吧？错了，他其实觉得苹果现在在创新部门的表现不足。他之所以紧抱着这50% 的苹果股票不放，是因为他从2004年就已经买入了，现在账上获利高达4000% 到6000%。如果他现在全部卖掉，他必须缴纳20% 的这个巨额长期资本利得税，这是一个巨大的税务陷阱。但他也承认，苹果拥有强大的护城河，全球有20亿台手持设备，任何 AI 应用想成功，都得先打进什么 App Store， 被苹果抽30% 的这个苹果税。这告诉我们2件极度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是学会部位的控管 （position sizing）， 不要让一档股票失控的占据你大半的资金。第二，请善用税务的工具。著名的华尔街传奇人物巴菲特，他最著名的策略之一就是什么？买进并长期持有 ，buy and hold。这不仅是因为复利更是因为递延资本所得税，等同从政府那边获得了一笔无息的贷款来继续投资。如果你是频繁的交易者 ，Gary 这边有提到，你应该尽可能使用一些什么免税账户，像美国这个 Roth IRA 来避税。但我们是台湾的投资人，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对我们的帮助就比较少。毕竟我们台湾投资美国已经有750万的免税额度了，还不清楚了，可以去看我税务的那一支影片。这边也有提到，如果你在一般账户，当市场大涨，而你手上有亏损的股票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果断的去执行什么税损采收，就把亏损的部位卖掉来抵消获利，这样你就会相对被抽比较少的资本利得税。好了，前面说了那么多，到底什么时候买，什么时候卖 ？Gary 这边有分享一个极具爆发力的这个事件交易，就是川普的中国行。他预测川普将带着大批的 CEO 访问中国。以川普的性格，他去那里就是要宣布大协议的。他可能会要求中国促使伊朗停战，从而压低油价，或者就稀土资源达成协议。这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市场极大的几率会剧烈震荡。为此 ，Gary 向观众提示了一个标的，就是3倍做多中国 ETF。代号 YINN， 这是一个高风险高报酬的这个短期机会。如果你喜欢事件交易的，那绝对需要紧盯这档。对于我们一般的投资人 ，Gary 的座右铭，请大家刻在心里：留在市场的时间胜过抓准进出场的时机，就是 time in the market beat timing in the market。他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被情绪左右，应该结合一些 PEG 本益成长比、MACD、RSI 等技术指标，
并善用 AI 工具，例如什么 Trend Spider 这个 Sidekick， 这个我是没有使用过，来获得这个无情感的客观指引。只要基本面好，估值合理，遇到回调就是买进的机会，而不是恐慌抛售。在这个每个人都想恐慌抛售的市场里，只有保持理智，看懂大资金的资金流向，结合基本面与估值和技术面的支撑，你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。今天分享的 YNN 能源股 BE， 还有半导体的 MU 和 AMD， 哪一档是让你最心动的？同时也有讲到税务在投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内容对你有一点帮助，请务必帮这支影片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你每一个赞都是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动力。在这边也祝大家投资顺利，在高点保持理智，拒绝恐慌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通了。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影片，觉得有帮助，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加入会员连结，用行动支持我继续创作。详细的会员分几项功能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。